月薪3000的工资，我干着3万的活儿，一个方案让老子改8遍。这是哪儿啊？我不是在公司加班吗？难道我是在做梦？你已经死了，这里是地府。黑白无常，你是谢必安，你是范无咎。你说的呀，你是上上位了，我叫黑霜。嗨，我是白曜。凌晨，是我。死亡时间：2025年13月14日凌晨4点27分。死亡原因：过劳性心肌骤停。哦，连续加班62个小时，兄弟，你神人啊！那签个字吧，带你去见阎王。你们地府办公现在这么现代化了，都用上平板电脑了？你们人间不都是机不离身？我们地府自然也要与时俱进。走吧。你好，死了吗？任眼基成为您服务。我交上去的投胎提案又被毙了，这个月的提成又没了。资本家的剥削已经卷到地府了吗？毕竟我们地府也有自己的 KPI 要完成，要不然每次年终大会都垫底，我们会被3届耻笑的。严总，凌晨到了。进来吧。什么？功德又跌了，这个月的 KPI 又完不成了。凌晨是吧？怎么又是猝死啊？这个月第89个了。人脸识别，排队拿去吧。您前面还有31847924人等待。前面还有3000万人，我这等到猴年马月去，这人类还是太能生了。又怎么了？功德跌到-400万了。功德回报率系统5激活，可计算最优投胎路线，增加地府功德值。地府还能觉醒系统？地府还能觉醒系统？目标3个月内扭转地府功德，成功奖励投胎1000亿富翁，失败打入18层地狱，最后进入畜生道。畜生道？我连人都做不了了。你怎么还没走？不管了，死马当活马医，上辈子给老板当牛做马，下辈子我要投胎自选，混个亿万富翁当。我能让地府的功德在3个月内变为正数。
你一个猝死的亡魂，凭什么信息？大厂入职第一步，忽悠。就凭我8年的互联网大厂经验，您知道什么是用户画像、精准推送和转化漏斗吗？说人话。你们现在地府的投胎机制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刚才说地府是随机投胎，那是怎么个随机投胎？地府有自己的投胎系统，计算阳间的怀孕群体，后台随机给亡魂筛选、分配，人投人，畜生投畜生。你看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你们地府的投胎机制根本不科学。这可是地府沿袭了1000年的机制，你个愣头青懂是吧？那你们地府的功德怎么会变成负数？说来也奇怪啊，只要投胎分配，地府就会倒扣功德。前几届的阎王还能通过参加3届的比赛和福利捐赠增加功德。300年来亡魂剧增，功德是越扣越多，再也平不掉了。你们地府的投胎啊，是纯看运气，这功德自然上不去。精准的投胎应该按照上辈子的善念进行分配，好人投好胎，坏人投坏胎。你这方法听着稀奇，真能将地府的功德变为正数？系统应该不会骗我。当然了，走，去试试。李铁柱喝水噎死，王桂花路过被花盆砸死，张伟黑心律师被被告人当街砍死，吴德无良商家被卖家放狗咬死。这些人投胎的原因还真是千奇百怪啊！这就是投胎大厅了，所有的亡魂都在这里亡魂点击触摸屏，随机抽取身份，再喝下孟婆汤，最后进入传送门淘汰。请第38888号亡魂到业务处投胎。走，让我看看你是如何给他们分配身份。哎，我有钱，给我投胎到手后场。投胎是随机的，点击屏幕自己抽。看来是个富二代，快给我投胎！张大炮偷税漏税，压榨员工，导致3人猝死，功德回报计算中。方案1，投胎成人类，地府功德减500。方案2，投胎为仓鼠，地府功德加300。方案3，投胎成草履虫，地府功德加15。最优解，跑滚轮的仓鼠。跑滚轮的仓鼠不错，挺适合他。等等，把它变成仓鼠。听他的。给你双倍珍珠的孟婆汤，爆好喝的哟。地府还用一次性用品？一天500杯，你给我洗碗的你。那孟婆不应该是个老太婆吗？你怎么看着这么年轻？孟婆是个职位，你有没有见识你？地府的功德还是负420万，功德没变啊！小子，
你是不是在诓我？涨了300，这还是头一次投胎长功德啊！要不咱们签个合同先？看来系统真的有用，地府功德果然涨了。地府首席投胎执行官，这是入职合同？对，乙方每月可获得500功德，3个月之后可转正。转正后福利多多，可获得转世可选权、汤品定制权、轮回插队权、遗憾补齐权、亲人共度权，外加地府别墅1套，简称权益房。你妈的！活着的时候连个厕所也买不起，死了反而能住上别墅，人活的还不如一只鬼。那这功德怎么用啊？地府的一切花销皆由功德支付，可积攒留到下一世，也可暗中保佑现世的亲人。你们不是讲究祖宗保佑，有了功德，不用磕头求人，也可庇佑自己的后代。那听着还挺有用的。当了投胎官，有利于完成系统任务，扭转地府功德，那我的千亿富豪梦就不远了。更别说还有这么多福利，简直赚翻了。你签不签啊？如果不签，直接打入畜生道。您还真是活学活用啊！我签。还是威胁好使，是阎王说了算。好不容易有一个人才，必须留住。小林啊，现在时代发展的太快，地府也需要像你这种互联网思维的人才。以后我就是你的顶头上司了，好好干，好处少不了你的。画饼虽迟但到。多谢严总赏识。哦，对了，你把这个投胎方法回头写一个专利报告，我拿去天庭领奖。专利不用了吧？必须要！地府已经好几年没拿到科技创新奖了，我必须要让那几个嘲笑我的老家伙看看，顺便再赚个5万功德。现在就算入职了，今天直接上班，工作期间必须佩戴工牌，则扣你个人功德。他是你的搭档温小河，有什么不懂的就问他。我要去天庭交检讨了。检讨？阎王也要写检讨？毕竟它上面还有天地呢。哎，你要不要试试我新做的珍珠奶茶？超好喝的哟！孟小婆，孟婆的第108代传人，最爱研究孟婆汤新品，给孟婆汤加入气泡水，地府功德加200。你要不加点气泡水会更好喝。我怎么没想到？哎，在地府工作有没有什么不能做的事？当然有啦。喏，这上面违背了任何一条都要送功德的哟。严禁向游魂索要金银，严禁恐吓游魂，每日提交述职报告，这也没多难嘛。要不然你摊开看一下呢？这比我命都长。记得要手机用背哦，阎王可是会随机抽查你的哟。嘿嘿嘿。我还是好好上班吧。
请39388号亡魂到业务处投胎。领导，能不能不喝孟婆汤啊？下一世我还想用这些知识教导孩子们。不可以哦，你必须要喝。庭院乡村教师生前劳累过度心结，心愿让山村的孩子走出大山。最优解投胎书香门第，保留教书育人的记忆碎片，地府功德加450。保留记忆碎片能多加150功德。你往汤里加点料，保留0.1%的记忆。被亏大，阎王不在。懂了。谢谢。功德加450。今天终于完成了500个工作量，终于可以下班了。有了系统，这工作看起来很简单嘛。一天500个亡魂，一天就是15万功德，要不了3个月，1个月我就能扭转地府功德，马上我就能转世为1000亿万富翁。警告！警告！投胎异常，地府功德扣除20万。这咋回事啊？咋能扣20万功德呢？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，今天下3分，1周疲弊。你给他喝了什么汤？你给他喝了什么汤？就珍珠奶茶呀，还加了点坚果。这是记忆增强200%。拿错了。你们2个，一个乱开配方，一个违规操作，全都扣除500功德，交3万字的检讨。完了，今天1分没挣，还搭进去500功德，地府也倒欠5万，忙活一天。恭喜我，离畜生又近了一步。早啊。早，我昨晚整整熬到凌晨2点才写完的检讨。谁不是呢？3届运动会将于今天开幕，请各界踊跃参加。地府还有运动会呢，这也太接地气了吧？那当然了，现在呀，3届的功德金都很紧张的，3届第1名有50万的功德金呢。咱们燕总啊，为了给咱们地府赚功德金，每届运动会他都参加。阎王那个身材去练举重，还真有可能得第1啊！请39399号亡魂到业务处投胎。江大海寿终正寝，存在异常点，对阳间仍然留有执念。这个亡魂好像对阳间有执念。小伙子，我听说你们可以让亡魂看到阳间的情况，我能不能看看我老伴儿现在在干什么呢？江爷爷，这个需要请示上级，我没有权限的。哎呀，小伙子，你能不能通融通融啊？我都来了3个月零5天了，他呀就1个人，我实在是放心不下呀。江爷爷，我也很想帮您，但是这个确实需要去申请。凌晨呐，我知道有一个东西吧，叫优速通，但是需要耗费咱俩50的功德值，然后呢，我就可以给你做一个阴阳可视汤，时长有30秒哦。你觉得我还有功德值可扣吗？每一个正式职员都可以向地府贷款1000功德金哦。完成江大海心愿，地府功德加5万。能加5万地府功德，
那我必须帮他完成啊！就是看个视频而已，应该没事吧？孟小婆，你确定不会出事吗？我以前也这么干过，包没谁的。那行吧，50功德值扣就扣吧，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，舀你奶茶去。谢谢你们呐！特调汤剂，阴阳可视灵，加急不加价哦。谢谢啊！实现江大海心愿，地府功德加5万。哦哟，这地府功德还挺好赚的嘛。酒菜不错呀。金河啊，今晚咱们舞团可是来你家小院跳舞，这一回你可不能推辞啊。就是啊，你这一个人住，屋子里冷冷清清的，人多了热闹。行，一会儿我就收拾一下。啊，清河啊，你说大海也走这么久了，你也得走出来不是？我看咱舞队的老张就不错，晚上的舞会他肯定来。不行，别！我才走3个月，你就找新的老头吗？警告！亡魂冲破屏障，扣除地府100万功德。完了，闯大祸了！地府欠了100万功德值，人家把我卖了也还不起了。这我收拾去出尘道了。凌晨呢？咱们是不是要失业了？你们2个到底要干什么？怎么回事？谁放走了冤魂？功德怎么直接少了100万？我和凌晨各自消耗功德值，然后给江大海开了一个优速通，想让他看看杨家的老伴儿。可是他不知道看到什么了，情绪波动特别大，我直接冲过传送门，他就跑。黑白无常在哪儿？赶紧让他们去追！他们在参加3届运动会。恭喜黑白无常代表队进入勾魂锁链项目决赛，预计明日返岗，请地府同事们为他们加油。偏偏在这个时候开运动会，这下好了，关键时刻人手不够，要是追不回亡魂，造成巨大的影响，你们2个全都给我去寒冰地狱领罚。如果江大海抓不回来会怎么样？亡魂在阳间逗留24小时，会有很大几率黑化，失去理智，见人杀人，要赶紧把他追回来。如果江大海抓回来，地府的功德能涨回来吗？能涨回80%。好，我去追。你？祸是我闯的，我去把江大海抓回来。黑白无常不在，牛头马面又有功者在身，小磊，你必须要把他追回来，否则咱们一起滚蛋！一定。了却江大海心愿，并成功带回，奖励地府功德100万。这么高，就算前面是油锅我也跳下去。希望这一次系统别再打个巴掌给个甜枣了，我只是不想当畜生而已啊。这是地府特制的阴阳头，打开点击阴阳圈 APP 就能联系地府。这个是模糊玉佩，戴上它可以随机切换亡魂和实体状态，并且实体不会被生前认识的人认出。这也没什么特别的，这阴阳圈看着跟现代手机一样。点开 APP 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姓名凌晨1234，个人功德负550，地府商城无权限。没有商城权限。
等你成为正式员工就可以有了。不要干涉阳间的因果，你只负责找到江大海，将他带回。好。这把枪你拿着，这是地府的出品，专属好物，关键时刻可以给敌锋致命一击。好，这可是保命保魂神器，我一定会收好。系统显示，江大海出现在他生前的家里，在南风路42号。去吧，回来的时候紧握玉佩，闭眼默念回，就能回来。好，遇到紧急情况一定要联系地府。放心吧。坏了，给错了，那是我儿子的玩具枪，这才是真枪。你应该会没事的吧？那我俩先走，回去收拾收拾，今晚过来跳舞。行，好，那我们走了，走，送来。大海呀，今天我老姐妹儿看我孤单，说要来咱家跳舞。我在这儿呢，静和，我都听见了。你呀，千万不要和那个老郑去跳舞啊！怎么感觉有风？窗户没关紧。哎，老伴儿，你听没听见我说话呢？哎呀，那个老张啊，在我活着的时候，天天的变着法子的想约你去跳舞，全被我给拦住了。那个坏老头，憋着坏招呢。对，关好窗户，天气凉了，别吹风，要不然你又该头疼了。老伴儿，你晚上可千万不要去跳舞啊！时间也不早了，该去做饭了。做饭少放点盐啊，你血压高。江爷爷，你该跟我回去了。我看你中午都吃点啥？哎呀，肯定是又随便凑合了。昨天还有剩菜没吃完，把它热一热吃吧。哎呀，剩菜不能吃！哎呀，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你胃疼。哎呀，你这人呢，你……哎，小伙子，你们地府有没有托梦业务啊？我得告诉他呀。有是有的，但是需要审批。算了，这剩菜呀，还是倒掉吧。我煎2个鸡蛋吃吧。他听见了，他听见了。哎呀，对，煎嫩一点儿，你喜欢啊，吃嫩一点的。你呀，还是听我的，好好吃饭，别啊总想着图着省事儿。江爷爷，
你的心愿就是来看看林奶奶吗？要是看完了，能跟我回去吗？再等等啊！哎，咱们等会儿再回去。我呀，好不容易才逃出来，看到我老伴儿，总把今天过完吧。啊！哎呀，你这白头发呀，比我走的时候还多了。你咋吃的这么清淡呢？啊，你看看，你都瘦成小老太太了，得吃点肉补补啦。哎呀，这江爷爷看着是个挺儒雅的小老头，没想到是个话痨。咋样？你林奶奶年轻时候漂亮吧？江爷爷，你啥时候到我身后的？走路咋没声呢？吓我一跳。嘿，我倒是希望有声呢。哎，你快说，你林奶奶年轻时候好不好看呢？你林奶奶年轻时候好不好看呢？好看。那当然了，你林奶奶当年可是很抢手的。哎呀，当时啊，她可是厂里的一枝花呀，就连厂长的儿子都跟在她屁股后边。那你是怎么追上林奶奶的？我，人格魅力呀！哎，小伙子，你可别质疑你江爷爷我啊！我现在是年龄大了，我年轻的时候啊，那长得也是很讨小姑娘喜欢的。我没有质疑您的意思，您现在的气质放在人群中也是很出挑的。小伙子有眼光。我呀，当时就是靠着我这个外貌优势啊，天天去你林奶奶面前去刷脸，先混个脸熟。然后呢？然后我看你林奶奶呢，她不排斥我，我家就慢慢的再敢靠近她。然后呢，我就把我的工作调换到她的位置旁边去工作。这一来二去啊，哎呀，我们俩就混熟了。再后来，我们就在一块儿了。那你们这在一起快50年了？准确来说，我们是1977年5月20号结婚登记的。哎呀，到今天呐，已经是47年6个月09天了。您记得这么清楚？你知道我们两个的定情信物是什么吗？什么？一盘韭菜馅的饺子。韭菜馅饺子？你们的定情信物也太质朴了吧！哎呀，那是1976年的12月22号，当时我们厂内的机器坏了，我呀带着工人去修。你林奶奶呢，她是纺织部2组的组长，也留下了监工。正好是冬至那一天。哎，对，那一天正好是冬至。哎呀，你林奶奶说呀，哎呀，今天是冬至，我们还没吃饺子呢，不然的话来年会冻耳朵。哎呀，我一听啊，我就自告奋勇说，哎，我包的饺子最好吃了。那您就给林奶奶包了一顿饺子。准确的说啊，我是给所有在场做工的全部都包了一顿饺子。我呀和她当时没名没分的，你说单独给你林奶奶包，哎呀也不好，这样传出去啊，对你林奶奶也不好。所以啊，我就给大伙都包了，这样都能吃上。那所有人都是沾了林奶奶的光了，所以您是抓住了林奶奶的胃。是。只要我惹你林奶奶生气了，我只要包上一盘饺子，你林奶奶啊，马上气就消了一半。你们这种真挚又纯粹的情感，真令人羡慕。哎，用热水洗碗呐，别用凉水。看来江爷爷并不是有执念，只是单纯想林奶奶了，想回来看看她。
看来林奶奶也有在好好生活。当年呐，是百货大楼刚进来的最新款式，哎，只此一个。我当时啊，攒了2个月的工资买下来的。你林奶奶啊，还说我乱花钱，其实啊，她开心着呢，她就是心疼钱。这个发卡对林奶奶意义非凡啊！哎，确实是。哎呀，是。后来日子好过了，我呀给你林奶奶又买了很多种别的款式的，可她呀就钟情这一款素色的蝴蝶发卡。这套真好看，这待会儿是要出门吗？外边天气凉，你倒是搭个围巾呢。哎，他这是要去哪儿呢？不会是要去找别的老头吧？哎呀，我以前呐，他出门都是我带着他，现在我不在了，他也没个照应的。江爷爷，你既然担心，我们就追上去看看。好。你咋来这儿了呢？啊？你本来就腿疼，一个人还跑这么远的路。老伴儿啊，我又来看你来了，我来陪你说说话。你跑这么远的路来看我？哎呀，我还误会你要跟别的老头去跳舞呢。我要是再不来呀，你这小心眼的小老头，指不定又该多想了，又该哭鼻子了。我才不哭鼻子呢。这饺子呀，是我按照你说的方法调的馅儿包的饺子，你尝尝。这次放的五香粉少。真好吃，比我包的饺子好吃。这白酒是女儿从苏州寄过来的，知道你好这口，你尝尝，慢慢喝。好酒。哎呦，辣就别喝了，你胃疼。女儿说接我去苏州，那你快去呀，这样也有个人照应。我给拒绝了。哎，你怎么拒绝了呢？你一个人住着多让人担心呐。我要是去了，就剩你一个小老头了。你那么爱缠着我，我要是去了，你咋办呢？傻老婆子。这段时间，我那几个老姐妹儿天天围着我，想给我介绍对象。你要是知道了，肯定又爱吃飞醋了。你放心，我最喜欢你了。老伴儿，你就找去吧，啊，反正啊，我也死了，我不能再拖累你了。大海呀，我该回去了，过段时间再来看你。快回去吧啊！以后啊，别跑这么远的路了。哎呀，你这篮子提的累不累呀？这一个手提着呀，你交替一下呀，别走这么远的路来了啊！下次要来你打个车呀。你腿啊，本来就疼得厉害。
这老两口感情真好。又是两个滞留在人间的亡魂，等他们两个落了单，我再收拾他们。大伙都来了，来了，清河，这次咱们舞蹈队这几个都来了，还有那老王、老张呢。那咱准备准备吧。好，坐。他们俩怎么来了？我活着的时候啊，跳舞他们找借口不来，现在我死了，哎，来撬我墙角啊！你看那个老张，怎么样？他是几年前刚从海城回来，那一段时间经常向我打听你呢。不咋地。老伴儿，你可不能答应啊！就这个老张最坏了，就爱显摆，一个手表啊，恨不得拿个大喇叭去宣传。不知羞。陈姐，你就别瞎撮合了。我家大海知道了，该吃醋了。你和大海的感情确实不错，要是有个人照应，那不是挺好的吗？也是，找个人呐也是好事。我总不能天天回来看你啊。老王，老王，3年前离了婚以后，一直没有再娶，人又老实，退休金又高，这条件多好啊！老王啊，就更不行了。什么老实啊，天天穿一个西装假正经，一看呐，这西装就是涤纶的，很闷汗，还有这头发抹得光溜溜的，苍蝇站上去都打滑。江爷爷吃醋的样子还挺好玩的。老伴儿，你可不能犯傻啊！他呀能离婚，指不定有啥事儿，肯定不会照顾人。要找啊，就要找像我这样的，或者是待你更好的。陈姐，你是来跳舞的，还是来给我介绍对象的？行了，你别劝我了，我一个人挺好的，我这心里呀只有我们家大海。你要是不想找也行，那我多说也无意义，不做那扫兴的人了。咱们跳舞吧，来。陈姐，你们回去的路上慢点。那你也先休息吧。那我们走了，清河。路上慢点。清河，我们也该回去了。这是我和清河跳舞时候最常蹦的一首歌。那南风吹来起。大海，没事，要常回来看看。你一个人呐，要好好的啊，别太想我了。孤单呐，去找这些老太太们跳跳舞，聊聊天儿。将大海心愿已完成，奖励地府功德100万。这100功德赚到了，看来江爷爷已经很清楚他们对方的心意了。我们也该回去了，我先去地府等他，他回来了以后也好有个家。江爷爷，那我们回去吧。带江爷爷回地府，还能再加回80万功德，再加上运动奖励的50万功德，那我还差200万，就可以投胎去了。走吧。回哪儿啊？
你是谁？你一个地府的小鬼差，连阎王见了我都要喊一声师兄。这人什么来历？竟敢和阎王称兄道弟！我要赶紧想办法回去。别白费力气了，你们被罩住了，再也回不去了。小伙子，怎么办？你打得过他吗？没事儿，我还有阎王给的秘密武器，关键时刻能保命。小子，现代的枪是对我没用的。那就试试呗，到时候别哭着求我。拿着一个破儿童玩具，你是在搞笑吗？小伙子，你拿错了吧？这啥玩意儿？阎王给我的杀气就是要把敌人笑死吗？别再摆弄你这个破玩具了啊！看来我这个师兄也是老糊涂了，害了你这个一个小卡拉米。地府真是没有人了，那我就送你们一程吧。完了，我就想交代在这儿了，我地府房子还没分呢。对了，手机呢？联系地府。是我林晨，阎王救命啊！有个臭道手给我收走了。完蛋了！还想叫救兵？该说再见的时候了。系统啊，我当不了亿万富豪，能不能让我当个富二代呀？完蛋了！没事吧？我还活着。那个道士他能避开勾魂锁，不是普通邪祟。走，回去汇报。这个罩子打不开，咱们回不去的。还是你厉害。还好回来了，阎王，你给的这玩意儿真的不是要公报私仇把我送走吗？别生气啊，太着急，给错了。你这不是完整的回来了？我告诉你啊，要不是黑霜到的及时，你就别想再见到我了。立刻转阵，马上安排伏法。要不说您是地府 CEO 呢，是学区房吧？给你划分了一个阴气最重的。谢谢阎王。年轻人好啊，就是能屈能伸。严总，我们遇到的不像是个正经道士，我能感觉到他实力比我高。他还说你是他师弟。我的确有一个师兄，不过300年前他应该已经投胎去了。他叫什么名字？他说他叫虚玄。虚玄，还真是我的师兄。他修炼邪术，还暗中吸食灵魂。吸食灵魂？对耶，要不是黑霜到的及时，我俩差点就被那玩意儿给吸走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这玩意儿就是个摆设。我要是没了，谁给你赚功德呀？你要是赚不了功德，你这个位置你还坐不坐了呀？他用邪法困住灵魂，在趁着无人的时候现身吸走。那他已经练出了实体了。对。可能投下了300个魂力。那他既然是你师弟，为啥不在阴间待着，反而要去祸害人间？300年前，我跟他一起竞选阎王，不过他的主张太过极端，没有被上级阎王采纳。后来我就当上了阎王，从那以后就彻底下落不明了。什么主张？他认为，只有能力的人才配转世做人，没有能力的普通民众就配转世为畜生或者花花草草。有的时候吧，人这一辈子活得太闷了，还真不如当一棵花花草草。阳间走这一趟，我竟然觉得这提议不错。那他这个衡量的指标是什么？他说，好像是高考700分以上。那确实是有点极端了啊，这不好。700分以上，这要平时打个麻将，还要跨县拼桌。我这2天会想办法，看看能不能被抓回来，不能让他再祸害阳间了。
眼下先把你的事情处理清楚。江大海，你这次属于私逃阳间，需要受到惩罚。我确实违反了规则，是该受罚。好在没有在阳间做什么不好的事情，就罚你去地狱参观18种酷刑，投胎以后好好做人。谢谢阎王。不过阎王，我可以恳求你，我过段时间再投胎吗？什么意思？我想等等我老伴儿。这个地府没有这个规定啊。不过你私逃阳间，排队投胎作废，重新排队投胎吧。好，谢谢阎王。黑霜，你带他去。好。哎，阎王，那个18层地狱到底有啥呀？有拔舌、油锅、蒸。你这么好奇，是不是想进去试试？不了。小玲啊，你干得不错嘛！地府功德涨了100万，加上追回的和这几天加的，现在地府的功德负数是183万。那是我运气好，也是严总您管理的好。这么看来，抓亡魂可有前途多了。抓回一个亡魂能抵3000个投胎，抓回3个，美女豪车的日子不就来了？我就想知道是怎么抓到一个亡魂加100万功德的。啊？但你们之前抓亡魂不都是给100万吗？不是啊，我们每一个才抓10万。啊？那你们是怎么带回来的？好说话的亡魂直接带回，不好说话的就用高明斧敲昏，然后打包带回。这么简单粗暴吗？亡魂留下的执念你们不处理吗？他们还有执念吗？啊！你是正规流程当上的阎王吗？这一趟回来有点飘了，我竟敢质疑老板了，他不会一气之下又让我去地狱体验吧？我只是业务不熟，所以只能先解决他们的执念，再带回。对，看来我的功德回报系统在抓亡魂上更有用，带回3个就能让地府功德回正吧。虽说风险大，但是收益也高啊，怎么能换一个工作呢？要不说你是个人才呢，我觉得你当投胎官真是屈才了。那你的意思是？现在地府用你的方法投胎，果然科学多了。抓一个亡魂就加150的功德，虽说比不上你300的功德多，但是好歹也是正数啊。我准备给你升职。升职？正合我意。我看你抓一个亡魂就能奖励100万功德，这才是你发挥长处的地方。所以我现在的职位是把心有执念滞留人间的亡魂带回来。对，我还给你的职位起了个名字，叫执念清算师。怎么样，有文化吧？您取的这个名字实在是太贴切了，这样正合我意，功德赚得快。另外，给你加薪，每月1000功德。感谢严总。我看时间也不早了，你现在就去阳间找下一个亡魂吧。这么急吗？我喝口水不行吗？这个拿去，是真正的大杀器。你确定这玩意儿这次是真的？千真万确，这才对嘛。这个只能对付恶灵，比如我师兄，不能对付好灵，就像江大海这样的。明白。那我要是再遇到虚玄，这玩意儿能解决吗？不。那你这玩意儿不还是个摆设吗？1枪恐怕不行，但3枪就不一定了。
阎王，你说话别老大喘气儿行吗？那这么艰巨的任务就交给我了。我相信你，没问题。这个新的阴阳炮，拿着，功能已经打开了，你可以用功德自行用。我这450的功德也就买2样。现在还有一名亡魂，已经在阳间滞留1个月了，地址是莲花医院，你去看看吧。好。哎呀，我都在医院来来回回转3圈了，啥也没看着啊。这阎王给的信息到底靠谱不靠谱啊？白斑死因器官衰竭而死，异常点执念未了留恋人间，了却执念，奖励地府功德100万。任务来了。你能看到我？为什么不去投胎？你是人吗？不是。那你……我也死了，但是在地府混了个牛马职位。你有什么未了结的心愿，我可以帮你。我唯一的心愿就是陪着小飞。这位是你生前的女朋友。我们2个都是孤儿，认识16年，相恋7年。本来1年前我们就要结婚了，但是那个时候，医生，他怎么样了呀？你和病人什么关系？我是她男朋友。他还有其他亲属吗？没有了，他是孤儿。您告诉我就行。扩张性心肌病晚期。什么？你提前做好心理准备，他这种病必须心脏移植，否则活不过1年。医生，我想问一下，心脏移植大概需要多少钱？手术费保守估计80万。80万？这还不是最难的，心脏移植的供体非常稀缺，很多人等不到供体便离开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医生。那后来供体找到了吗？后来我就一天打3份工，希望能筹到更多的钱。哎，你还能不能干？上周你可晕倒3回了啊！我能行，我上周晕倒是因为太着急了忘了吃饭，我现在好好的呢。你看，我可有力气了。行，你干吧。不过可别再出现像上次一样晕倒的事情了啊！记得及时吃饭，吃不饱了过来找我啊！好的，谢谢经理。哎，你看这小子怎么这么拼命？他女朋友生病了，做手术急需用钱。那也不能这么干啊！他来这儿都3个月了，连停都不带停的。他女朋友家不出钱看病，哎，2个孩子都是孤儿，没人管，没人问的。哎，我们这些穷人哪里治得起病啊？阿帆，我不治了。不治怎么行？80万，我们一辈子也赚不到的。放心，钱的事我会想办法。你太辛苦了，你白天搬水泥，晚上送外卖，有时候还要帮着修车店打零工。你知不知道你黑眼圈重成什么样子了？再这样下去，你身体会吃不消的。
没事的，我了解我自己的身体状况。如果治病需要花那么多钱，还要拖累你一辈子，那我宁愿不治了。不是拖累，孟小飞，从你在孤儿院拉起我手那一刻起，我就决定要保护你一辈子。现在老天要从我身上把你收走，我可不会把你放走。后来我就一直借钱、筹钱。心脏移植平均等待时间6到12个月，每年仅又有约300例心脏移植手术，等待名单超过1000人，每年竟然只有300例吗？等不到怎么办？哎，工头，我是白凡。您那边有没有活计啊？我可以去干。有啊，你这会儿有时间没？又到了一批新货。有的。您等我啊，我现在就过去。白白晕倒了，快把他扶起来，别把水泥压坏了。谁有车？快送他去医院。我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你已经3个月昏迷4次，早就跟你说过要休息。你的身体已经出现多器官功能下降，尤其是肾脏。能治吗？需要系统性治疗，但是你必须停下你的任何事务，安心在医院静养。不行，小飞的手术未来没有凑齐，时间要来不及了。你再这样下去，最多只能活3年。3年，还是太长了。医生，如果我不治了，我的心脏能用吗？你说什么？我女朋友需要心脏，我的心脏能不能用？白先生，医院明令禁止活体心脏进行配型，您还是照顾好你的身体吧。好，谢谢陈医生。那您好好休息。白先生，如果缺钱，你可以申请法律援助。我想这个社会上还是很多人希望伸出援手的。谢谢医生。那你最后筹到医药费了吗？现在人活着都已经够艰难了，哪还有精力分给别人啊？那手术最后没做？做了，也成功了。是你的心脏？后来我就去打黑拳，我没什么技巧，就纯挨揍。后来我也找到技巧了，我就在那儿蜷缩着，护着头，就不会太疼。兄弟，你是真男人。后来有一次伤得太重，直接进了医院，还下了病危通知书。又是陈医生治的我，那次我终于可以配型了，幸好配型成功，没白。你不会后悔吗？不后悔。我小时候，我妈去世，我爸再娶，我穿着单衣被扔到零下10度的路边。如果不是小飞和孤儿院的阿姨把我捡了回去，我早就冻死了。可以说，如果不是小飞，我早就死了。这12年是我偷来的，现在该还回去了。那你女朋友知道吗？是你捐赠的心脏？不知道。我不想让她知道，我只希望她可以心无旁骛的、健康的活着。她喜欢大海，喜欢山川，生病这些年做什么都要顾虑。我希望她未来可以好好活。
你还有什么话想说吗？我可以带你转达。我这有个东西，你可以帮我给他吗？可以。阿凡，医生说我术后恢复不错，再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。你到底在哪里？穆小飞，你今天感觉怎么样？还好。护士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白帆到底去哪儿了？这个我不知道。电话也打不通，这不是他做事的风格。护士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给我捐赠心脏的人到底是谁？是不是白帆？这个我们医院有规定，我们不能透露捐赠者信息的。你还是先乖乖养病，有什么需要就按铃。别怕，化疗会很难受，不过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阿帆，如果我撑不下去，没有如果，一定能治好的。等你治好之后，我们就结婚。你不是最喜欢海边了吗？我们就去海边，一起开家书店。那书店叫什么名字？就叫樊飞的书屋，怎么样？好听。到时候我们再一起养一只猫，等半天没人的时候，我们就牵着猫出去散步。好。阿凡，你食言了。你好，请问你是孟小飞女士？我是，请问你是？是白帆托我来的。白帆？他在哪里？他离开了这个城市，他说这一年过得太难了，他坚持不下去了。他离开了？不可能！他让我把这个交给你，他说你看了就明白了。这是我们恋爱5周年的对戒，我们说好要等结婚那天再给对方的。小飞，我累了，这样没有盼头的日子真的很难。忘了，开始新生活。阿帆，是他把心脏捐给了我，所以他死了。你在看什么？啊，没什么，你别瞎猜啊。这个白帆他没有把心脏捐给你。啊，没什么，你别瞎猜啊。这个白帆他没有把心脏捐给你。我怎么那么迟钝？明明手术前他那么憔悴。明天手术做完，你想吃什么？说的我好像要上战场了。就是战场，不过这次你一定会赢。一定会赢，我们都会长命百岁的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衣服太硬了，摩擦出来的。你让我看看。真的没事儿。你让我看看。真的没事儿。都怪我生病，你都没好好照顾自己，脸也惨白惨白的。我就是没休息好，你要好好休息，明天起来就都是好日子。那我做完手术，我第一眼就要见到你。好，乖，闭眼吧。明明手术前他那么异常，我怎么一点都没看出来？仅凭3言2语，你就想让我恨你？阿帆，你低估了我，也低估了我们7年的感情。哎，孟小婆还给了我一杯现参汤呢，应该能派上用场。凌晨，这个是现参汤，喝下它，我能现身5分钟，你看能用得上哦。好，谢谢啊。
你想和他说说话吗？你想和他说说话吗？他在吗？阿帆，你在哪儿？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你回应我一下，阿帆。就5分钟。阿帆，你怎么丢下我一个人就走了？是我的错。阿帆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为什么要自己扛？你为什么擅自主张的把心脏换给我？我说了，要保护你。你脖子上的伤还疼不疼？你化疗疼吗？是我先问你的。那你先回答我。不疼。我也不疼。你不能这样。以后我不在了，你要照顾好自己，不要再光着脚在地上走路了，少喝点冰咖啡。月中的时候，不要再碰凉水了。阿帆，你能不能别走？你能不能带我一起走？你一个人也要好好活下去，忘了我，就当带着我那份一起活下去。阿帆，你下次别那么傻了。如果再遇上你这么个小哭包，还要继续傻下去。阿帆，白帆心愿已了，奖励地府功德100万。又完成1单，1天1个，也不知道系统能不能攒一攒，让我每一世都混个富豪。都说好了，那走吧，跟我去投胎。到地府能不能不喝孟婆汤啊？你这个难说。哎，你会做表格吗？会。那分析数据呢？会一点。那你或许可以跟阎王毛遂自荐一下，谋个1官半职，那就不用喝孟婆汤。谢谢提点。喂，严总，怎么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呀？小林啊，完成的不错，又加了100万功德。嗨，多谢阎王夸奖。不过有个紧急的任务交给你。什么任务？我查到尸神就在你所在的医院附近的一个大仓库，现在过去灭了他。谁？我？灭了谁？虚玄？不是我能行吗？我？你要相信自己，给你的手枪威力十足，你放心打完去。就这样了。喂，我一个450功德的新人，你让我去没个那么牛掰的恶灵，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你这是？没事儿，你知道这附近有没有一个什么仓库吗？啊，我知道，我生前经常在那儿搬水泥。那你带我去一趟吧。哎，等等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买道具，让我看看。450功德，让我精打细算一下，1个聚魂锁，5个金光罩，25秒，应该够用吧？走吧，但愿是去捡漏，不是去送人头。哎，这也没人啊，这阎王的信息是不是有误？哎，白饭，咱俩回去就说啥也没看到，知道了吗？哎，走。既然来了，就别想再走。等我吞了你们2个，我就能在阳间完成我的大业，组建一个新的制度。哎，阎王，您老人家怎么来了？啊，嘿嘿，偷袭！再来2次，就该和这老家伙说再见了。你这个地府的破枪，老夫实在是大意了，竟然着了你的道！少废话，看枪！看枪！不是吧？这速度这么快，这我咋玩啊？大人有束魂锁，快捉他！哦，对，我有道具没用呢。我吹！啊！
雕虫小技！不到200功德，这地府能不能7天无理由退货？你的成功惹怒了我，试试这个，我看你的龟壳还能不能挡住我！这老头放大了，不知道这罩子顶不顶得住啊？好，够结实，但是珠子只剩3颗了，最多能再坚持15秒。我想办法。白帆，咱俩的命就交给你了，记住，每间隔5秒扔1颗。大人放心，我算数最准了。我看你的龟壳还能撑多久啊！哎，老头儿，我听杨梦说你要改进这个地府的投胎政策。地府的那一套众生平等的投胎方式早已经该改一改了。优生劣乃是天道，你小子也有兴趣吗？我是觉得你这个想法吧，太损阴德了，老邓，700分，你咋不改成拿诺贝尔奖才能投胎呢？我跟你说，你这政策要成了，第一个被优化的就是你这臭老头儿。你个黄口小儿，竟妄谈天道！等我吞了你，我首先把你送到畜生道。他每次施法都离不开浮尘，看来这浮尘就是他的本源法器。大人，现在就剩1颗珠子了。好，哎，老头啊，我跟你说啊，就你这功德，投胎成一只蚊子都便宜你了，你就该变成一只蛆。口出狂言！解救300个亡魂，奖励地府功德300万。恭喜宿主成功扭转地府功德，投胎奖励已发放。意外之喜呀！明天我将以一个崭新的面貌迎来新生。大人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咱俩先回去吧。啊，严总。哎，回来了，我就知道你能成大事。严总，您突然这么热情，我还真是不习惯呢。啊，那个白帆，我让黑霜带着他登记信息去了。好，你这趟给地府增加了400万的功德，地府功德不仅回正，还多了200万。天庭的那帮老家伙一个劲儿的问我是怎么办到的。还想挖我的墙角？我就是灭了那个虚玄之后，放出来300个亡魂，就瞎猫碰上死耗子呗。别谦虚了，说吧，要什么奖励？真的什么奖励都行，只要我能实现的都行。我要去投胎。什么？要去投胎？毕竟地府这班上着也挺累的，是该给自己放放假了。林总，您最近花2亿收购的那个小岛可以过去参观了，需要我帮您订飞行航线吗？申请吧。好。喂，李成，休假休得够久了吧？该接着上班了。谁？我允许你投胎。谢谢阎王。谁说投胎就不能上班了？什么？可是我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啊！地府非常看重你，现在特批你为2阶判官，继续引渡待留的亡魂。不，我上辈子那么努力，就是为了这辈子不工作，可为什么还